所以我是宋。全马来西亚除了最近的柔佛和森美兰州的州选之外打工人最关心的就是到底应不应该缴纳收缩联动24。今天我们就一一为大家深度剖析它的好处、它的坏处、它跟保险的差别，还有哪些藏在字缝里的坑。第一部分，缴纳率还有它的机制。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核心机制Scheme Kemalangan Bukan Bencana Kerja SKBKK， 这个是很多人惯用的一个词也就是讲这联动24。这笔保费的缴纳率呢，它是阶梯式型的上涨的，所以首2年也就是2026年6月到2028年5月呢是 0.75%， 第3年到第5年也就是2028年6月到2031年5月为 1%， 2031年5月起呢会是 1.25%，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缴纳率会继续上涨的。而且如果你的薪水提高，例如你的薪水从4000块涨到去5000块，那这个缴纳率也当然会跟着你的薪水水涨船高咯。目前这个最高薪水的上限是6000块，也就是讲说，如果你的薪水去到8000块，你也只需要还6000块的这个联动24或者是收缩罢了。但不要忘了，2022年9月前这个上限呢是4000块，2022年9月它就上升到5000块了，2024年10月就已经涨到6000块了。未来这个天花板还有这个上限相信还会继续再提高第二，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普通的收缩超过60岁呢，雇员就不用还了。不过联动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所以只要你是在工作，你就得继续还，表示说你已经超过60岁，你还是得被扣薪水，还是要还这个联动24。第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缴纳率了，官方从来没有保证过这一个缴纳率，也就是我们的保费会永远维持在最高 1.25%。这和商业的保险一样，是大家必须要承担的隐形成本。不过相比邻国，我们的这个费率还是算良心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回去我们之前所做的对比视频联动24更像是一张跟着你一辈子的一个会员卡，只要你有工作呢，它就会跟着你咯。当然它很有可能有涨价的一日。第四，政府呢在2026年7月8日的时候就宣布了一个重大的 U-turn， 这个联动从强制性转为自愿性，不过你必须要在2026年8月31日或之前做决定是否要退出。不过外籍人士跟外劳呢是依然是强制性的，兼职员工可以选，自雇人士呢是没有办法参与。不过按照政府落地斩来的一贯作风未来从自愿变回强制性，这也不是不可能这个风险你还是得自己承担，心里有数第二部分，收缩联动24和个人意外保险到底差别在哪里？很多人把联动和个人意外保险，也就是我们的 PA 放在一起比，个人认为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直接放在桌子上这样子相比呢是不太公平的。首先先看一下这个联动24跟普通的收缩到底怎么去区分呢？到底它的福利是不是有特别一点？收缩并没有明确的去区分联动和普通收缩的福利，不过它主要主打的呢是24小时7天的全天候保护。但有一个致命的区别，也就是联动只保意外引起的伤害，在它的官方的网站和指南都提到的字是可马兰案条规呢是明确列明绝对不包含任何疾病例如突发性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而导致的昏倒或者是伤残。我们来看看个人意外保险 Personal Accident， 也就是 PA 保险。一份标准的 PA 保险呢，它的核心涵盖的是意外身故或者是永久伤残、临时伤残津贴、意外医疗费用报销等等。那它同样只是保意外不保疾病，而且保费呢跟职业风险挂钩，不随年龄增长那我就用一些 AI 的数据找了市面上 PA 保险的平均的价格这个保额如果是15万到25万令吉之间那每年的保费呢约300块。而如果你的月薪是4000块的话呢，联动首2年的 0.75% 是约360块，5年后 1.25%， 也就是600块，几乎是商业 PA 保险的2倍了。那么它的福利真的值双倍吗？
这个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哦。第3部分，8大核心的福利和深度的拆解。收缩的福利包括第一，医药福利，工伤后这个收缩呢会包你免费的医疗救治，直到康复为止。那这个 PA 保险呢也是会有的，当然必须符合保单的条款哦。第2，暂时性的伤残福利，那病假超过4天的话，收缩就会带老板发工资，10日薪的80%。如果你的月薪是4000块，那每天可获得106块67仙。如果你30天 MC， 那直接就打款3200块。PA 保险呢一般也是有的，只是它是固定的津贴，视保单而定。第3，收缩有一个永久性的伤残福利，分为一次性的赔付或者是终身按月来发放。如果100%的伤残的话，那每个月可领3600块，约月薪的98仙，一直发到你为止。哪怕只交了几个月的保费，那这笔现金流也会伴随终身。而 PA 呢，通常是根据伤残比例一次性的赔付，例如失去一只手赔50%，单目失明赔50%，听觉是15%等等。第4，家属福利，不幸因为意外身故的话，那每个月会拨3600块给你的家属，另外半呢拿3/5，而孩子呢拿2/5。普通情况呢都会拿到21岁或者是结婚，如果21岁还在读书，也可以继续拿哦。特殊智障的孩子呢，终身发放，而 PA 呢，则是一次性赔完。刚才所提到的呢，是 PA 和收缩都有的一些福利。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PA 没有的福利，而收缩是有的。第5，丧葬福利，收缩最高会赔你3000块来解决紧急的开销，那外劳的话呢，则是4500块。第6，终身照顾津贴，若100%伤残，生活呢已经无法自理的话，那每月额外多加500块的津贴。第7，复健福利，免费提供你义肢、轮椅甚至保送你去到马六甲的康复中心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这是商业保险极少涉及的实体资源。第8，教育福利，为符合条件的员工的孩子提供教育的贷款或者是奖学金，防止阶层跌落。这里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些 PA 的保险的资料，当然每一个保单不一样，会跟着每一个人的需求去调整，去制定你的保单，所以记得要去询问你的保险代理哦。第4个部分，我们来讲一讲当中的陷阱和漏洞。第1，易进难出，你想进就进，能不能爽爽就进，爽爽就出呢？当然是不行的。虽然官方收缩的网页有 opt in opt out 的表格，但指南的 FAQ 6呢就写得很清楚 ，Sekali layak terus layak， 一旦选择加入了，就得继续交。退出通常只适用于离职、公司倒闭、暂时没有收入，或者是换更高薪水的工作等特定的情况而已。那当下我就在问，如果我换一个低薪的工作怎么办呢？更值得留意的是，8月31号或之前不表态，就等于你默认同意加入了。这意味着你不需要主动去做任何事情，你就已经被纳入这个计划里面，除非你主动去 opt out。这种 auto enrollment 的机制本质上就是希望提高整体的覆盖率，降低逆向选择风险。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人知道8月31号是截止日期呢？有多少人知道沉默意味着同意呢？有多少人知道退出要先签署那份放弃追诉权的文件呢？默认等于同意，签字等于放弃，知道全部规则的人才算是真正拥有选择权。对比商业保险的逻辑，你必须要主动签字，确认条款，同意缴款，保障才生效，这才叫做知情同意两种模式各有优劣，没有决定的对错。但0到24所采用的默认同意模式意味着个人需要主动承担说不的责任，某种程度上还是挺不公平的。第2，打2份工的隐私危机。如果你打2份工，可以选择缴哪一个雇主，选择高薪水的那就赔高咯，选择低薪水的那就赔低咯。本以为可以自己选薪水高的那边来缴，或者是低那边来缴吗？ FAQ 18就有提到，一旦你在系统里面选择不参与，雇主呢便会收到通知。那如果雇主没有收到通知，并且帮你缴纳的时候缴不到，那自然而然的就会知道，你有第2份工咯。呵呵，这意味着你的老板，或者你2个老板，或者3位老板都知道你在外面有打兼职，有打另外1份工。这对打工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隐私大曝光对于管理10几个人甚至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人的企业老板还有 HR 来说也是
无端端要增加的麻烦和核对的成本。而对员工来说，当你看到这个 email 电邮或者是这个通知去到你的老板那边的时候，你就知道，嗨呀，我的花红冻过水了，花红尽失啊。第三，税务减免根本没有跟得上现在的收缩和 EIS， 甚至新的联动。现在我们的税务减免呢，都停留在350块，你在联动上所多缴的每一分钱，在报税时都拿不回来。对比以下的其他保险的项目的税务减免呢，例如教育和医疗保险最高是4000块嘛，人寿保险最高是3000块嘛，同样是保障，但商业保险的税务减免呢，是收缩的接近10倍以上。税务减免的滞后不是政策的方向错了，而是配套的节奏并没有跟上，保障在往前走，税务却还在原地踏步。第四 ，SOP 很乱水，西北混乱。系统空窗期6月份的保费理应是要还的，但 Access Portal 系统到7月14号都不允许输入联动的数额，直到7月15号的时候才姗姗来迟。那些没有交上联动的会不会被罚款呢？虽然 FAQ32就有说到会有宽松期，但我猜测啦，大概率会发额外的查鲁曼要求雇主去补交，到时候又得从员工的薪水重新扣回，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完全就是内耗啊，做死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啊。毕竟一场还没有准备好就上路的马拉松，跑得快未必会赢，摔得早肯定是疼啊。但疼的不是他，是我们在旁边的受害者啊。第五，失业等于断保吗？这是整个计划里面最模糊也是最让人不安的问题。如果员工被裁员，找工期间发生意外，还受保吗？指南里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联动24的保障范围呢，是受雇期间。那这个受雇期间的定义是什么？是雇佣合同有效的每一天，还是只要在职就保呢？如果被裁员了，合同终止了，保障是不是也跟着终止了呢？如果答案是终止，那就意味着一个被裁员、正在找工作、最脆弱、最需要保障的人，或许极大可能成为这个保障系统最不管的人了。如果联动24是一张安全网，那这一张网在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失业过渡期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有一个洞。虽然你们可以去申请 EIS， 那是另外一回事啦。可是发生意外，那怎么办呢？这里会延伸到第6个问题：新员工几时开始要缴纳？根据 FAQ20，缴费月份呢是从有意参与联动计划的那个月份开始计算，期限为员工注册之日的30天内要通知收缩。如果你去看它的马来文的话，哇，更加混乱了。那我的解读是，如果我6月20日开始做工，表示我必须要在30天内选择要不要缴联动。那表示说6月我还没有决定，7月我才决定嘛，那很大可能就是6月你可以选择不用交，7月才开始交咯。不过又回到来同一个问题了，6月受保吗？如果讲说我6月发生意外，我一发生意外的当下，我就赶快去注册收缩，在7月15号之前去缴纳，这样我就得有的保咯。那是不是说我们都可以先先不要缴，等到发生意外，赶快去申请，下个月缴到它，这样我们就受保了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跟漏洞啊。好了，拆完了好处、坏处跟不明之处，还有哪些是藏在字缝里的坑呢？或者是回到来最原始的问题，联动24你到底应不应该缴呢？答案不是在简单的交或者是不交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收入水平、你的工作的危险程度、你是否有兼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你对这个社会的保障的项目能运转到多顺畅的判断。既然是制度， policy maker 的角色就绕不开了，它的设计的方式、执行的效率、配套的政策，直接就决定了你交的钱到底换了什么。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因为这个联动24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保险，它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商业保险是你花钱买服务，不满意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换一家，而社会保障是公共权力建立的风险池，那你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权。政府在这里不只是一个服务提供者，更是一个制度设计者和风险管理者。Perkiso 推出联动24的时候，也承认了打工一族的意外风险呢，不限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今天的工作模式和员工的流动性，使得工作以外的风险越来越难以被忽视。它的确
确实看到了我们打工一族的脆弱，这个认知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跟上了吗？系统刚上路 ，SOP 还在磨合，理赔流程还在待检验，这个网站还在一直改变，税务减免激励暂未同步调整，失业期间的保障细节也尚未明确。一个好的政策呢，不只是写在白纸上的承诺啦，更应该是落在每个人身上实实在在的保障。联动24的初衷是对的，但对与好之间隔着一道叫做执行的距离。这段距离还是需要时间来填补，也需要不断的试错和修正。毕竟任何一项制度，从设计蓝图到真正的落地，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它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去走完。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段路不要太长，因为一个好的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同一件事，让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能够少一份焦虑，多一份从容。而今天你花时间看完这一个影片呢，把这细节都搞清楚之后已经是在为自己的保障做出最大实的一步了。我自己在写这个脚本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到当中的很多的问题跟漏洞了。当然这些漏洞还是需要时间去填补，那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哦。综上所述，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Lindo24并没有办法取代你的商业保险，但它是一个强大的辅助品。第二，商业保险理赔找代理，而这里你可能要面对的是繁琐的 SOP 和高高在上的官员，这希望在执行上可以有所改变。第三，还没正式落地 SOP 就已经乱七八糟，政府应该把这些 claim 的这些 process 梳理清晰，才能建立大众信心。现阶段我们只知道要 claim 的话，去 lindofaida.perkeso.gov.my 的这个网站，那实际上要有什么文件呢？到底要多久的时间呢？等等等等等等，这些 claim process 呢，到至今还是一个谜。第四，大家必须要了解Lindo24的风险，包括缴纳率现在是 0.75%， 5年后是 1.25%， 这个缴纳率可能会继续再提高的。薪水上限现在是6000，也可能会提高的。缴纳从强制转为自愿，也有可能会转回为强制的。第五，如果没有工作，或许可能会暂时停保，当中有没有一个宽松期呢？第六，谁被割了韭菜？我认为是外籍人士跟外劳，他们强制缴纳，但回国过后，这些保障和汇款能否去到他们的手上跟家属那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第七，雇主的部分真的很乱很惨，单单要知道员工有没有自愿缴纳联动，都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工程了。你想看，如果你有10个员工还好，100个员工、1000个员工呢，那真的会被他玩死当中要考量到一些要缴纳，一些不要缴纳，一些有打2份工、3份工的，真的会被他玩惨第八，至于本地的打工一族，包括我自己啦，如果你因为Lindo24而想去取消自己的商业保险或者是其他的医疗保险呢，我会请你三思而后行，把所有的身家性命绑在一个费率可能会涨、SOP 还在完善的系统上，这个风险太高了。上一期视频我们在做手术跟保险的大对比的时候还非常感谢 Mr. Lim Bunyong Prudential 的，还有 Edmund Tan Great Eastern 的，在我们做这个比较的时候给我的一些看法跟专业的意见。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了，请记得继续关注我们。如果手术到时候发布了一些新的指南或者是新的看法，我们会第一时间为你们更新哦。沙沙水，我是松，我们下期再见，拜。